十字架上，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？孤單還是救贖？如果你有看過超級英雄電影，一定記得這樣的場景，大戰即將達到高潮，英雄被打得滿身是傷，眼看快站不起來。這時觀眾心裡會喊，撐住啊，你是全世界的希望啊。但熒幕上的英雄卻吐出一句讓人心碎的話，我可能不行了。此刻全場鴉雀無聲，因為英雄不應該喊不行，英雄應該堅強到最後一刻。然而聖經中我們看到的卻是最令人震撼的一幕，耶穌在十字架上不是大聲宣布勝利，而是喊出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為什麼離棄我？這句話聽起來不像勝利的吶喊，更像是徹底的孤單、絕望的哭喊。問題來了，為什麼耶穌會有這樣的話？難道他真的被上帝拋棄了？還是這其中有更深的救贖奧秘？這句話是基督信仰最深的懸念之一，孤單還是救贖？經文背景，馬太與馬可的震撼記錄。在四福音書中，馬太和馬可都記錄了這句話。馬太福音27章46節，約在申初，耶穌大聲喊着說，以利以利拉瑪撒巴各大尼，就是說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為什麼離棄我？馬可福音15章34節，幾乎同樣的話，只是用以羅伊開頭。路加與約翰則沒有記錄這句呼喊，他們呈現的耶穌更像是一個安詳交託的救主。但馬太與馬可偏偏選擇把這驚心動魄的一句話放進來，讓我們不得不直面耶穌的內心世界。這不是一個小細節，而是深刻的神學震盪。一個完全順服父神的兒子，居然在最後時刻喊出，為什麼離棄我？美玲是一位職場新鮮人，進入一間公司時，她最依賴的是部門主管，對方常鼓勵她，有事就來找我。美玲覺得有靠山，工作起來也比較安心。但有一次公司出包，主管為了自保，竟然一句話也不幫她，反而把責任推給美玲。她在會議室裡望着那個她最信任的主管，心裡吶喊，為什麼在這時候拋下我？這種心碎很多人都懂，有人可能在親密關係中體驗過，另一半在最難的時候轉身離開，有人可能在家庭中感受過，父母在關鍵時刻沒有保護自己，有人可能在友情中經歷過，最好的朋友選擇沉默，這種最需要支持時卻被丟下的經驗，正是我們讀耶穌十字架呼喊時會被深深觸動的原因。神學轉折，耶穌真的被上帝拋棄了嗎？這裡有一個核心問題，耶穌真的是在經歷天父的拋棄嗎？還是這是一種引用，一種更深的救贖象徵？詩篇22篇的引用，許多學者指出，耶穌的這句話其實是引用詩篇22篇的開頭。詩篇22篇第1節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為什麼離棄我？這首詩一開始是極深的哀嚎，但最後卻轉向盼望與得勝。也就是說，耶穌喊出這句話，可能不只是表達痛苦，也是在宣告詩篇22篇的應驗。羊群被圍困，仇敵嘲笑，十字架的景象，上帝最終伸手拯救，復活的盼望。換句話說，這句話可能是痛苦的真實加救贖的伏筆。神學家之爭，實質孤單對比救贖宣告。實質孤單派，有些神學家認為，在那一刻，耶穌真的背負了世人的罪，
因而體驗到與父神隔絕的孤單，他被當作罪對待，因此感受到最深的黑暗。救贖宣告派也有神學家認為，耶穌不可能真的被父神拋棄，因為三位一體的愛不會分裂，他的呼喊更像是一種代言，替世人喊出那句被棄絕的痛苦，並同時暗示詩篇22篇的救贖結局。這兩派看似對立，卻共同揭露了十字架的張力。十字架同時是最孤單的黑暗，也是最深的救贖盼望。來看一個真實社會新聞改編的故事。俊澤是一名創業青年，開了一間小型工作室。創業初期，他的朋友們都說要支持，甚至有朋友豪氣地說，有需要錢就跟我講。但當工作室陷入資金危機時，那些朋友一個個消失，甚至連電話都不接。俊澤站在銀行拒絕貸款的窗口前，心裡想，原來真正孤單的時候，連朋友都靠不住。後來他咬牙撐過去，靠着更努力的行銷找到客戶，意外打開新市場。他回顧那段時光，說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話，雖然那時候感覺所有人都離開我，但其實正是那段孤單，逼我找到真正的力量。這正好呼應耶穌十字架的張力，表面是孤單到極致，但事後卻顯明那是救贖的起點。耶穌呼喊的雙重意義：一、人性的真實。這句話讓我們看見耶穌不是超人般的機器人，而是真實的人。他經歷痛苦、孤單、失望，這讓我們能夠相信他懂我們的孤單。二、救贖的奧秘。在更深的層次，這呼喊揭示了救贖。他替人承擔了被神離棄的感受，好讓我們不再需要面對真正的永恆棄絕。換句話說，他喊出為什麼離棄我，是為了讓我們能喊出阿爸父。結語：孤單還是救贖？當我們再讀到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呼喊，可能人會覺得矛盾，這到底是孤單的絕望，還是救贖的宣告？也許答案並不是二選一，因為在十字架上，孤單與救贖正好交織在一起。在人的角度，那是最孤單的一刻；在神的角度，那是救贖最深的展現。就像夜空最深的黑暗，常常正是黎明將至的前兆。